我旁边站着的是个不折不扣的正妹，还上了相当浓郁的大红唇膏，而且从穿着判断，理应是个游客。毕竟会穿白色球鞋逛澎湖鱼市场的都是飘逸的仙女。我跟她一步之遥，同时面对着站在摊位上一楼叠着一楼摆放整齐的透抽后面的老板娘。然后我们可以确定，起码过去30年我们没有约定过今天会一起开口说出请问这多少钱这样的问句。说完我们互看一眼，接着再看向老板娘。老板娘问了我们是一起的吗？你跟我一样都没想到身旁的正妹居然会回问，如果是一起的会比较便宜吗？我当下心中暗暗赞叹，那温婉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无比。无需怀疑，此女定是杀价帮嫡系传人，能搭上正妹的顺风车，我当然是千百万个乐意。于是乎，我在摊位老板娘脸泛绿光看着我们一人提着2只加一起总数只有1台斤的透抽离去的时刻，感到一股莫名的幸福。是的，这就是我跟她相遇的过程。一路聊着透抽，一路聊着她打算怎么料理，一路聊着她的白色球鞋，一路聊出了鱼市场，一路聊出了一段暧昧。她从台北过来，租了房子在民族路，是一个1层楼的矮房子。她说她能来住在这里简直就跟做梦一样，然后细细跟我说着她要如何做一个透抽蛋蒸，还问了我打算怎么料理。我搔了搔头，面带尴尬地说，我只是想实验一下远近驰名的澎湖透抽是不是连澎湖的鱼都爱吃。她听闻之后停下脚步转向我，我永远也忘不了她那嫣然一笑，像极了清澈空中落在我脸上的朝阳一般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相约进行各种活动。她喜欢夕阳漫步，无论是桥上还是堤岸，甚至是海浪画出的海岸线上。然后野餐，她总是带着一个上面有手绘图案的牛皮纸袋依约前来，不先说准备的是什么，而每次都能让我惊喜。她看我吃得香，总是歪着头浅笑凝视，天知道我有多喜欢那一刻。好的，那么如果你刚刚脑海闪过一些时而具体时而缥缈的画面，请容我稍稍打断。迟迟没有说明故事的时间背景，是因为上了年纪无论男女都会有段时间对于年龄特别敏感，但为了故事的顺利进行，我也只好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发生在智慧型手机即将却尚未问世之前发生的故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之间的约定全靠按键式手机通话或是发送简讯完成的。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按键式手机简讯编写的逻辑？相较于现在的便捷与快速，我那天发送给他的简讯可谓是8000里路云和月。毕竟中间还夹杂着勇气这类跟查克拉一样需要提炼才会拥有的东西。虽然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，晚上7点老地方见，我有事告诉你。我们的老地方是渔人码头港嘴的海洋之母，就连堤外沿海的掠仔便道都布满着我们的足迹。选在这里，说我的心，标我的钱，应该无法再浪漫更多了吧。但人生你知道的，从来都不是顺利的。是的，他没来，然后手机关机。当时的手机关机就等同于断了音讯，然后这么一关，就是60天过去。我其实一直在民族路那一带的矮房子晃荡，毕竟他租的确切是哪一间我并不知道。算起来也真是缺心眼，他就说了他来澎湖只是休个长假，也许就只是收假了而已。而我能不能在他记忆里站一小角，大概也只能是一个哲学逻辑。东北季风已经吹了2周，鱼市场早就没了透抽，而我也与那段记忆渐行渐远。只不过那天我想对他说的话没机会说出口，心有不甘。想着想着，在黄昏时段走上了民族路的海堤，然后手机忽然就响了，是收到简讯的声音。
我来赴约了，等你。二话不说，我跳上摩托车直奔海洋之母。远远我就看到一个身影，内心激荡不已，踩着紊乱的步伐，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表情。他戴着毛帽，2个公车拉环似的大耳环，大红色招牌唇膏，转过头笑盈盈看着我，直到我走到他面前，也给了他一个微笑，他才开口说：“好久不见。”话音未落，他便捂起嘴鼻，2颗斗大泪珠穿手而过。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将面前这个让人心疼的姑娘轻轻靠向自己的胸膛。她泣不成声，紧紧抓着我的衣角，然后夜幕低垂。接着我们尽情地欢笑了整整3天，将澎湖玩了个遍。机场送别，说好不掉泪，我们背对着背，说保重，说再见。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这一别将是永远。但我终究还是违背了约定，偷偷转过头，看着他走通关，脱下帽子。稀疏不堪的几丝残发，证明了那原本的乌黑亮丽早已不复存在。这是一个年纪比我还大的大叔给我的故事，我永远也忘不掉他在描述时止不住的泪水。那个晚上，我陪他喝过一杯接着一杯，直到乌云遮住了整片天空，这一夜就成了无尽的黑。我也不想在第1集就给大家这么重的口味，但毕竟是开场，就必定要有点仪式感。如果影片有 touch 到你某个点，那么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我有小额赞助专户在简介里，也请你支持我继续拍片，感谢。最后，这是我在这个频道里的标语：我是情色大叔，我的感觉，你感觉到了没？小额赞助情色大叔继续拍片，扫描 QR code 即可线上赞助，简介里也有连结，30块钱不嫌少，信用卡 ATM 都方便。